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思我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和朋友们聊一個話題那就是反虐待動物法在國內為什麼遲遲未出台。聊這個話題很簡單，是因為成都獵犬咬傷女童事件發生以後一些地方不同程度的出現了捕殺流浪貓狗的情況。與此事件相對應的呢，是此前屢屢曝光的虐殺小動物的有關事件，以及部分地方吃狗肉的民俗所引發的輿論爭議。這些爭議本質上呢，都是人與動物該是怎樣的法律關係的問題。而如果你對這塊領域有所研究，其實會發現法學界早在13年前就已經寫出了反虐待動物法的草稿。所以為什麼13年前我們就已經有建議稿了，又為什麼13年後的現在這部法依舊未出台呢？今天我們就嘗試對這份關係進行討論。我先明確介紹一下目前我國境內人與動物的法律關係。很簡單，目前人與動物的關係就是人與物的關係。如果你養了一條狗、一隻貓，那貓狗之於你就如同你買的手機之於你一樣，你依法享有對它的物權。在此情況下，你就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它的權利，可對它進行依法處置。比如說你買了一個手機，你生氣把它摔掉只要你沒有砸到人，沒有傷害到其他人的合法權利，警察就不能抓你，也沒人找你索賠，因為這台手機是你花錢買的，它屬於你，你可以自由的處分。同樣，如果你買了一隻狗，你是把它當寵物還是把它當食物，這也是你的自由，因為這是你的財產，你有自由處分它的權利。你可不可以殺了這隻狗呢？根據現行法當然可以，這一點呢，在一些把狗狗當朋友當親人的人來看就很殘忍，但根據現行法律就是可以，因為目前貓狗的法律地位和你桌子上的那台手機一樣，是物，是你的財產，也只是財產。所以在此情況下，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狗被他人故意殺害，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買一隻昂貴的狗。刑法第275條及有關司法解釋規定故意毀壞公私財物造成損失5000元以上的，就理論上應予立案追訴。雖然實踐中立案有難度，要考慮到加害方主觀惡性及社會影響等等，但還是那句話，貴有貴的道理，只要價格到位了，你至少就有了保留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立案空間。不過我們誰也不能否認一個客觀事實，那就是動物和手機是有區別的。手機沒有生命，沒有意識，而動物有，並且很多動物，比如貓、狗、豬，它們除了有呼吸，還有情感，智商呢也着實不低。在此情況下，我們看到身邊有人怒摔手機，都尚且會下意識地往後躲，覺得不安全。同樣，你當眾虐殺動物，對它們釋放暴力，動物的生理和心理在面對虐待時所產生的極度恐懼痛苦，就會激發同樣作為動物的人類的強烈共鳴。因此這些視頻客觀上就會給社會公眾造成極為強烈的不適體驗，已經涉嫌擾亂了社會秩序，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是的，一方面動物在法律上是物，所有人呢就依法对動物享有物權，有權進行處分。另一方面呢，動物和手機最大的不同是動物有生命有情感。在此情況下，且不說貓狗等陪伴型的寵物，即使是殺豬如果你真到農村看過殺豬，現場淒厲的慘叫也會令人心生不忍的。強調這份心生不忍，這份強烈不適，不是偽善，而是本能。什麼本能呢？就是人作為動物，在看到其他動物遇到迫切危險及巨大傷害時，同作為動物的我們所激發出的那份刻在骨子裡的伴隨着趨利避害本能的不適和警覺。與這份具有普遍性的不適相對應的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自然資源攫取速度加快，對自然環境影響加劇，氣候危機開始切切實實地影響到人類本身。所以隨着文明的進程，一種基於人與自然的反思就開始逐漸形成思潮，而思潮正在演變成道德。這樣的思潮指的是思想界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與批判。什麼叫人類中心主義呢？我大學時打過一個辯題叫人是不是萬物的尺度？如果你說是，那很霸氣，你應該呢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擁躉。但這在反對者看來是無知、狂妄且可笑的。我換個例子，大家就理解了。人類對宇宙的了解也經歷了地心說和日心說的。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在反对者看來，就如同你們頑固地堅持着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很可笑，並且呢，恰恰是這種人類中心主義，令人類成了地球之癌，並終將毀滅人類本身。相信很多朋友都看過一部小說叫《狼圖騰》，我對其中一些情節印象深刻即高雅的天鵝成為了鍋中肉，絕美的天鵝湖呢成為一灘死水，農耕文明戰勝草原文明，在大草原上退草改耕。
相信呢，這部小說是很多人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第一次沉思。而現實層面對草原的破壞會加劇沙塵暴。還有一本書呢，相信很多朋友看過，叫《人類簡史》，裡面客觀描述了一個現狀，即智人是地球編年史上最致命的物種，智人所到之處就定能掀起關於物種滅絕的腥風血雨。比如說當智人來到澳洲這座孤島，短短幾千年內澳洲34種體重超過50千克的動物就滅絕了23種。智人來到美洲以後，2000年內美洲北部的47種大型哺乳動物就滅絕了34種，南部的60種大型哺乳動物呢就滅絕了50種。除了這兩本書現實層面大家應該都聽說過碳中和，其實這背後呢就涉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現在為什麼要講碳中和呢？就是因為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溫室氣體的排放業已對地球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已經到了嚴重危及人類本身的地步。這些都是人類中心主義下人類自食其果的案例。是的，人類可能是人類社會的尺度，但人類社会也只是地球，是宇宙的一部分。從更宏觀的层面來看呢，在反对者看来，人類中心主義狹隘且傲慢。而這些負面影響也倒逼了人類文明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並由此衍生出了諸如生態主義、動物權利主義、生態主義等不同的反對派別。為了便於介紹呢，我就統稱為去人類中心主義。去人類中心主義既讓你意識到人類不是宇宙的中心，人類只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人類要在宇宙中活下去，首先就得意識到自己的渺小，然後尊重真正的偉大。在去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下，人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具體到動物這一塊呢，就衍生出了動物權利主義。他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動物福利，落實到法律上就是反虐待动物法。什麼叫动物福利呢？根據英國法學家考林斯伯丁的觀點可以總結為讓動物擁有免於飢餓、不適、痛苦、傷病、恐懼的自由，同時呢也有表達天性的自由。這裡需要特別說明一下，我們普通人看到福利2個字，首先想到的是額外的贈與，主播送福利，老闆送福利，法哥今天給大家發紅包等等這是關於福利的傳統語境。而斯伯丁指的動物福利恰恰相反，根據山東大學張士軍教授的觀點，其實並非人類提供給動物的額外的施捨，而是歸還。是的，動物本就如此，人類只不過將本屬於動物的一切歸還給他們而已。而我們為什麼要把這些自由還給動物呢？除了動物權利保護這個出發點以外，還有一個以人類本身為出發點的邏輯，那就是經過剛才的介紹，大家應該能夠發現一點，那就是其實在該如何对待動物這件事上，社会廣泛層面是能凝結出一份共識的，那就是弱肉強食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則，也是宇宙規則的一部分，這很少有爭議。但虐待不对，因為虐待動物行為本身會激起我們人類作為動物基於趋利避害本能而產生的強烈不適和抵觸，尤其是對貓、狗、豬等智商較高的動物來說，他們在面臨負面行為時所產生的恐懼及痛苦情緒會普遍激發普通人強烈的共鳴，其中暴露出的人性之惡呢，不亞於殺人。原因很簡單，在這份險惡又真實的人性下，他們沒有殺人，只是因為法律不允許他們殺人而已。而同樣的，作為高級動物，人類與其他動物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在於人類會學習，更關鍵的是無論在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上，人類都想完善，都想追求。因此隨着一部分人昌理時，他們開始提出知禮節，就提出了動物福利的概念。在提出這一概念以後反虐待動物法呼之欲出，可這一呼就呼了13年。2009年，在中国召開的世界法哲學與世界哲學大會環境法分論壇上，由多名中國學者共同研究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保護法》專家建議稿就首次公布。此後呢，經過半年的討論，10年的3月20日，在建議稿基礎上修改起草的《反虐待動物法》專家建議稿正式在中國網上公布。這份建議稿首席起草專家為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繼文。至於責任起草專家、諮詢專家、顧問專家等，大家可以看看視頻中的這個列表，用4個字來形容：陣容強大。用一句話來形容基本上就匯聚了彼時中國環境資源法學界的半壁江山。而在建議稿的開篇專家組便提出了關於建議就反虐待動物立法，在促進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穩定、減少政府負擔、推動精神文明建設、保護生態環境等5大方面的好處。比如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專家組就指出，我國作為最大的動物生產國，卻依舊是動物的進出口國。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我國的一些動物生產企業涉嫌以虐待的方式在經營，比如說活取熊膽等等，這些都不符合西方發達國家的動物福利保護貿易標準，不符合標準就無法出口，
因此專家組就認為，通過立法反對虐待動物，可以促進農業結構的調整，擴大動物及其產品的出口，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再比如從社會秩序來看，隨着媒體披露的遺棄或者嚴重虐待動物行為越來越多如高跟鞋踩貓事件、陝西與黑龍江打狗事件、火燒貓事件等等，社會不滿情緒就日益嚴重。立法反對虐待動物可以更好地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促進社會的穩定，防止民族矛盾因為特定種類的動物虐待問題發生和蔓延等等。是的，從專家組的分析看來進行反虐待動物的立法，無論從國際接軌還是從經濟增長、公共安全管理等各方面，似乎都是一件絕對的利大於弊的事情。甚至如果你真正研究了這份建議稿，你還會發現我們当下所發生的絕大多數人與動物間發生的矛盾，在這部建議稿下幾乎都有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但與此相對你又會發現此後13年過去，我國除了對野生動物保護法進行了幾次修正以外，對更具廣泛意義的反虐待動物法的立法工作卻因此陷入了停滯。所以背後的原因到底是為什麼呢？背後除了動物权和人類權利的矛盾，還有着極為深刻複雜的现實原因。因篇幅所限本條視頻就先介紹背景知識，下期節目我們正式對反虐待動物法進行介紹。法山出品，必屬精品。如果你希望我們盡快更新，請通過1鍵3連給我們後期制作的小夥伴充電加速包。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我們下期不見不散。